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那这期成本非常的爆炸，又是大家点名要对比的旗舰是吧？分别是12999的优派 GK6、18000的明基 X3000、3万多元的爱普生 LS 12000B， 外加一台7000多元的坚果，继续作为咱们新势力的标杆。原本我是想做爱普生8400的，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讨论要买，像爱普生的7400、8400以及奥特玛的886，我都使用过半年以上，放到几年后的今天，真的是已经没有性价比了，丝毫不亚于你还在买5、6年前的电脑手机，甚至还要加价的那种。在我要买来对比时，朋友告诉我8400老的都要停产了，于是我换了爱普生这台也不是很年轻的最新款旗舰，也就是8400的升级版。 LS 12000B 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，所以价格也会再贵上那么一点。其实我手上还有一台2万元左右的明基和一台4万多元的 GVC， 为什么所有品牌都做了，唯独没做索尼是吧？5000的价格已经降到3万以下了，作为一台真 4K 还是比较香的。其实我在第一个视频就已经讲了，5000相比7000来说还是差非常多的。5000在亮度方面没有3次激光高，对比度和算法也没有 GVC 好，而且索尼密封性的问题好像一直都没有解决。要想不老化，必须要有新风和除湿机，即使是7000想要比 GVC 好，还要配上视频处理器，视频处理器加蓝光机加机器，还要除湿和防尘，这些加起来门槛就比较高了。门槛高也导致一直在降价，不过索尼的重量和体积我是非常中意的。既然索尼没参战，那咱们 N70 也就不再做视频了。不过我把参数测出来了，方便大家简单了解差异。亮度方面，万元的旗舰也并没有比现在的1000元机亮很多，即使是同品牌，爱普生3000多元的 A100， 甚至比自家3万多元的机器都要亮得多。对比度方面， N70 以4万多元的价格来到了第2名，还是在第一期就已经讲了，因为技术瓶颈，即使换代升级也并不能改变硬件技术上的差异。3万多元的机器相比万元的机器，提升并没有3万到4万差距那么大，哪款性价比更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虽然咱们是兼职业余 UP 啊，但在做视频买设备上绝对不会吝啬，肯定不会像土狼一样拿几百块钱的设备误导糊弄大家是吧？校色仪、光度计软件什么的，随便加起来也有上万了。那说实话，几百块钱的测试仪器我压根就没有去了解过。当然，如果我不做 UP 啊，这些东西肯定一辈子都不会去折腾的。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根据色域、色准选机器？因为这跟亮度、观感和后面我们要说的算法设置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。还会面临一个问题，是使用最准的设置，还是使用用户们都更加喜欢、认为更好的设置？比如说几米的机器，色准数据是非常漂亮的，出厂色准比这些万元机都高，但实际效果大家也都知道啊。这就像厂家标称的亮度一样，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使用那个所谓数据高的模式，这样的参数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导。所以我更倾向于把画面拍准，去辅助大家筛选机器，让大家用自己的观感去选择。我个人不做太多的干涉，但有些群友说观看对比很无聊是吧？那这次对比就加上我个人对画面的评价，咱也不是什么专业评测是吧？个人的评价肯定不一定都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使用用户们提供的最佳设置，使用100寸参考级幕布，外接 OPPO 205播放常见的电影，前后期颜色拍摄监视，我们使用的是 Apple XDR。首先是暗场景表现，在索尼烟花测试片段中，一眼观感差距最大的还是亮度。GK6 因为峰值亮度只有110尼特，所以它的黑色表现相机看来是会更黑的。12000的暗部细节表现最好，即使在机器没有这么亮的前提下，相机也能记录到很多的暗部细节，说明机器暗部细节的亮度还是比较在线的。在高亮度测试片段中，可以说是以亮遮百丑，机器越亮，映射表现越好。X3000白色亮度是上来了，但色彩亮度还显得有些不足。GK6 表现感觉也还可以是吧？其实我们本视频 GK6 所有的 HDR 片段都是使用 SDR 模式映射的，那这就是前面说的算法的问题了。这是 GK6 HDR 的表现， HDR 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不如 SDR， 相比原片画面偏紫。其实有这样算法问题的机器也是蛮多的，最常见的还是单色激光加 DLP 的一个组合。那这是 NEU 夜场的表现情况。比较麻烦的是要根据片源手动切换色域模式，对于不喜欢颜色过艳的用户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不同的片源还要去判断哪个模式色域是对的，颜色更喜欢。像我这种比较懒，对画面要求也不高的，就会一直使用一个模式。比如说对
对比716那期，大家都觉得奥特玛冲浪片段的颜色更加的接近原片，其实就是 NEU 没有设置到一个最正确的色域，有时候也算是变相的在黑坚果了。还有就是之前 GVC 画面投到了黑边上，被说选框造假是吧？毕竟平时还要打工啊，实在没有精力可以做到100%的严谨，也希望各位能理解一下。回到对比，除了 GK6 外都是比较优秀的。这里要说明一下啊，并不是很多暗的画面没有暗部细节，毕竟相机是通过感光记录画面的，加上我们是固定参数拍摄，记录不到暗部细节很正常。那这是噪音方面的表现，其中 NEU 表现最好，而 GK6 就有些影响观影了。游戏方面，为此我特意加班爆肝了1周的塞尔达战神5、日期与叮当、奥日、喷射战士2、喷射战士3。要我说，其中最好玩的还是塞尔达。最终我的答案是，这些机器在游戏模式下都是比较跟手的。对我这种还算是比较敏感的，也并没有感觉主打游戏的投影仪有什么优势。从各家的宣传参数来讲，如果你 FPS 等游戏对延迟非常的敏感，那即使是换了专业的游戏投影，也未必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包括也外接了2023款 MacBook Pro 以及 Studio 都没有出现不跟手的情况。但我完全不推荐拿投影仪当显示器用，因为尺寸实在是太大了。这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X3000 看似在游戏模式上是比较上心的， GK6 被吐槽最多的就是不支持运动补偿，在看24帧电影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拖影。爱普生就更不用说了，8400没有 4K 补差， A100 连个 2.0 接口都不给。12000虽然什么都给了，但这么大的芯片开了补差，画面都还会明显的抽搐。12000我最喜欢的就是有一个大气的外观，以及非常少见的电动镜头盖。当然电动镜头位移、镜头记忆也非常的香，适合多目切换，这些功能对我来说其实也挺重要的。至于3LCD 没有彩虹的优势也没有那么大了。系统流畅性上和遥控器体验方面，几千元的投影往往都能做到更好，画质这方面也确实是追上来了，甚至在很多方面会表现更好。这些产品除了坚果 NEU 无光变无法细节校色外，其他几款都可以校色。当然先不说几千元的仪器能不能校准，你至少要有一个爱色力， HDR 也需要额外购买软件。换到万元的产品提升大吗？就像我上期讲的一样，可能提升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离谱，至少还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。尤其是面对今年已经杀疯了的坚果，原本我只因看上它的云台买来投天花板用的，结果现在已经被我断了云台，挂到了影音室，成为了我的主力机之一。至于哪个更好，哪个更适合你，这就需要根据每个产品的优缺点自己去权衡。没有最好的产品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，毕竟自己满意才是最重要的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结尾我会再放一段长一点的对比，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机器或者内容，可以在评论区友好的交流，或许大家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Falling down, I keep on